我可能遇到了救星做一部近些年来好评度较高的现偶剧，它的出彩之处在于认真用心地塑造一种好的情感关系。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剧名有些古早、玛丽苏，甚至有些土，但其实这个剧名反而让我看到了这部剧想要表达的一种情感关系内核。我可能遇到了救星，是可能，但不是确定。我在与你的相处过程中不断寻找、验证、成长，最后当我想要确认的时候，反而有些分不清谁是谁的救星，分不清是互相拯救还是彼此同行。所以我说，我可能遇到了救星，我确定遇到了。男女主的初遇被编剧巧妙地放在了一个远离安心医院的小山村桃源村。桃花源记，彼岸理想。这种隔离，初看像是为了男女主出场打造的特别场景和惊险奇遇，实际上更是一种艺术设计，一种为男女主情感关系进场的艺术设计。这种隔离最直接带来的是自然、人文双重环境上的美丑分割。桃源村相较于剧情开展的主要场景安心医院，它是一个美丽又独立的空间，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屋舍俨然，激扬香闻，老者女子怡然自乐。不同于安心医院复杂的人情世故，这里的安宁无疑是让人放松平静的，所以儿科医生叶史兰会来这里医疗援助，新任院长陆朝夕会来这里周末露营。他们的情感关系也将以这里为起点，从这个美丽独立的桃源村开始。然而，这种物理空间意义上的隔离是远远不够的。一场暴雨又带来了新的变量，陆朝夕遭遇山体滑坡，被困在了桃源村。他失去了车子、手机、钱包这些代表权力、财富的象征，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群众做好防护措施，尽量少出门。剧情的推进也让我们逐渐知道，叶世兰是因为坚守原则得罪了自己的直属领导黄主任，从而一直留在桃源村，未被调回儿科工作。您拿回去吧。他现在没有任何光环和加持，只是一个失意流落的小村医。桃源村初遇可以说是对男女主权力财富的颠覆和对传统人物光环的结构。是因为您吃……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了，什么也不懂，就一个能治感冒拉稀的小医生。人家卖药酒的小伙子可实在呢，穿得很体面，人长得又帅，他能骗我啊？交费拿药。桃源村背后的艺术设计就到这里了吗？戏剧冲突还在继续。陆朝夕意外救了叶世兰丢的羊，却被误以为是偷羊贼。陆朝夕努力解释，以自己一身价值不菲的衣服证明自己没有偷羊的动机，但是这个理由又恰巧和桃源村内卖假药酒欺骗老人的事情对上了。咱先别下定论，你看人家穿那么好，那么有钱，能故意来山里偷只羊吗？副科长，你看他这身打扮，眼熟吗？你是说他是干那个的？像不像？村里本来就很少来外人，还是个爱吹牛、信口开河的人。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对，
就是这么的恰巧。所以陆朝夕刚出偷学，又入骗子窝，再加上不明真相的房婆婆的指认，陆朝夕彻底被叶世兰阴差阳错的误会为药酒骗子。房婆婆，您来的正好，卖你假药酒的是不是这个人？高个儿，长得挺精神的，您仔细看看。过来，让我看看。婆婆，你好好看看，是不是我？对，没错，是你，我当然认得你了。哎，今天你又来卖药酒啦？哎呦，我还没喝完呢。这个误会导致的关键结果就是叶世兰根本不相信陆朝夕就是安心医院的新任院长，这就意味着陆朝夕在丢失财富之后又丢失了自己重要的社会身份。你把谁当人啊？逼我打你是不是？等着！哎，小叶，你怎么还打人呢你？冷静点啊，冷静点！哎，说呀，你还真打呀你！哎，别拦着我！你非要打这个没良心的！你还是不是人啊？你家里有没有老人啊？这村里的老人就靠种地挣点钱，全让你骗了去，你谁还是人呢你？他们的情感关系隔离权力、财富和社会身份，注定要从一无所有开始，一步一步的干干净净的进场。因此，桃源村的这种隔离，还带来了人物社会身份的丢失，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倒置。男主陆朝夕不仅失去了财富，更失去了重要的社会身份。而叶世兰因为对卖假药酒的痛恨，对陆朝夕各种指使和奴役，洒扫、喂鸭、喂羊各种农活通通安排上。也曾经大雨滂沱，那一刻风吹过，留下太多未知的颜色，一点点靠近，在过程中倾听，习惯了若即若离眼神感应，一步步陷进，后不两颗心在一起，就找到成长的意义。庆幸遇见你，啦啦啦啦，庆幸遇见你，啦啦啦啦，庆幸遇见你。时间像个坎坷，翠花，来吃饭啦！社会身份消失的同时，更带来了双方社会身份的倒置。叶世兰和陆朝夕互换社会身份，院长沦为打工人，而小医生升级为大领导。但当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关系不用考虑社会身份，往往会更加真诚和直接。所以，在桃源村的窄小陋室里，在清亮月色的柔光下，有了男女主的第一次谈心。两个人洗草而坐，一起偷尝老所长泡的醇香药酒，聊天对饮。他无奈抱怨，他认真倾听。看你这架势，经常一个人来喝酒啊？也没有经常，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心情不好，因为回不去安心医院的事儿吧？
不开心的事背在心里头，很容易憋出病的。你不知道，他黯然神伤，他暖心安慰。切，迷信。真的。从我学医，再到进入安心医院工作，已经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了。可能我本来就不配拥有什么美好的生活吧。你放心，你一定能回去的。那借你吉言。小小一语，月影幢幢，书意流淌。酒越喝越香，心也越靠越近。可以说，桃源村出狱为男女主的情感关系进场做了人为的艺术隔离，隔离世俗、财富、权力，甚至社会身份。叶世兰和陆朝夕的情感关系也从这里纯粹的、直接的、真诚的开始了。桃源村的艺术隔离，让它成为了一个在生态和情感上都独立的桃花源，并且这种艺术隔离几乎是不可逆的。女主角叶世兰其实是一个纠结犹豫、思虑很多的人。之后，她再难以用这种平常随意的心态与陆朝夕相处。即使在两人的恋爱后期，我们也很少见到叶世兰的这份不管不顾和肆意妄为。而尽管陆朝夕是一个真诚有礼、会倾听、会换位的反套路霸总，但让他在出狱时就丢盔卸甲，用最真实的本能去反应、感受和行动，这在两人之后的相处中也是难以复制的。桃花源是陶渊明画出的彼岸理想，虽美好独立，但近乎冷峻的排外，所有人终行未果。而桃源村虽然承载了叶世兰和陆朝夕不可复制的初遇和情感，但它的美好独立是可以随意出入的。陆朝夕时常炒冷饭逗趣，叶世兰也会无奈地被动回忆。在桃源村，陆朝夕写下吃一桶还一箱的泡面欠条，竟也这样好笑认真地兑现了。10箱，怕你吃腻了，所以每种口味都买了一点。你还记得？当然记得，我是写了欠条的，这是一定要还的。这么多，我也吃不了啊。慢慢吃呗，反正是最新出厂的，保质期18个月。好吧。好了，从现在开始，泡面还完了，我们在桃源村的账也算正式结清了。这就结清了？你是觉得还不够？够了，够了。领教了。桃源村作为两人的情感开场，就像一场短暂但又深刻真实的美梦。醒来后，他们仍会认真的回忆、复色、加工。当他们离开这里，汲汲营营地奔向安心医院的现实冤责中，或许也会不自觉地回望这个桃花源，看几句归去来兮。我们下期见。